将李景瑶跟唐若薇送回九州实地后，白秋然就只身前往了鬼界。鬼帝陛下，请问有何贵干？小葵啊，能不能把你那分灵之法交给我？白秋然将自己对付石魔的计划统统告诉了魁尊。只要有了你的分灵法术，我就能在控制石魔的同时保证对肉体的操控，这样就算是一个完整的石魔控制方案。好呀，还以为鬼帝陛下找我什么事呢，原来是这个。陛下对我有知遇之恩，而且待我如同亲人，我怎么可能拒绝这种小事？于是白秋然闭关了数月，终于在魁尊的教导下掌握了分灵之术。既然老白你已经掌握了分灵之术，那就可以继续进行石魔实验了。不行，分灵之术虽然涉及到了思维领域，但要想用在石魔身上还需要完善，最好能与思维夺舍之术进行整合，创造一套完整通畅的功法。又到了万仙之祖发挥的时间了，这次我又要开辟全新的体系了，真头大。你这哪儿头大呀？分明是在暗爽，觉得自己又要装逼了。白秋然、修书之会、江兰他们自己要闭关后，便再度开始新一轮的研发工作。思维分裂之法比思维夺舍还要复杂困难上数十倍。从摸索、创造到完善、改良，白秋然一共闭关了10几年的时间，才结束功法的研发工作。这是什么木偶？居然能跟前辈打得有来有回，太夸张了吧！估计又是他弄出来的新玩具。木偶款偶人，有点丑啊。师尊又在装逼了。这木偶的剑术给人的感觉好熟悉啊，跟前辈的路数如出一辙。真不愧是陛下，成功了。算是成功了吧。秋然，这是什么？你最近开始玩人偶了吗？在仙界下辖的诸天世界内，有一些男仙对这种木头或者塑料等材料做成的精致偶人很感兴趣，甚至抱有不下于妻女的感情。有人把这种人称为娇老，他们非常珍惜自己的偶人，如果有人伤害到了他们的偶人，他们就会非常气愤，甚至有人因为偶人被自己妻子收拾掉而和妻子离婚。江兰对此也是稍有耳闻。这不是偶人，这就是我，或者说另外一个我。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吗？与偶人不分你我？前辈，这是思维入侵？不对，应该说是思维分裂比较妥当。没错，景瑶果然聪明。这是我根据小葵的分灵之术和仙界的思维夺舍之术创造出来的新神通思维分裂。小葵的分灵只需要躯体之中本身并无其他魂魄才行，所以对石魔并不能起作用。而思维夺舍虽然能够夺取石魔的身躯，但那却会让我们的思维离开本体，让本体变成一个有魂有魄却无意识的植物人。这两种方法在对付石魔的时候都不可取，所以我将两者结合了起来，闭关10几年，创造出了这个思维分裂之法。可是前辈，只控制一只木偶的话，用分灵之术不就够了？我给这木偶注入了一只空白魂魄，这样它的状态就很接近石魔了。所以只用分灵之术的话，是无法有效控制木偶的。只有学会了思维分裂，再结合思维夺舍使用，才能够让我们从意念当中诞生出来的石魔为我们所用。而且石魔的战斗能力和潜力也不容小觑，他们并不在我们之下。意识屏障那边的最顶级的几尊石魔，其实力都不在我那不孝徒儿之下。我说的不是你，说的是你2师弟和3师弟，你还不够格。我知道。不过若你能够学会这个，说不定在短时间内，你的实力就会超越你2师弟和3师弟。毕竟石魔只需要意念就能变强，若是有足够的意念，石魔成长起来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瓶颈。而且若薇，
石魔的形体和你的想法是有极大的关联的，你懂的。师尊，弟子想学这个。有志者事竟成，既然你想学，那我当然会教你。回去以后就教你这个。秋然，你是想以毒攻毒？没错，倘若只有石魔才能对付石魔，那我们成为石魔便是。那我也要学，我也想助你一臂之力。年轻人，我看你骨骼清奇，是个筑基奇才。每周3、周5上午10点传授独家秘籍，别逼我跪下来求你。看着万家灯火，没有一盏属于我。我来自匆匆夜色，我藏在哪个角落？别问我究竟为何，我天生主角命格，所以在看不见时，我做我自己。神佛，深海的深海之外，主宰着或被主宰。如果你感到奇怪，因为你走错时代，被钢筋水泥覆盖。谁听过他们自白 ？When my power will go back。有龙露出尾巴来，收起獠牙小乖乖，狐妖就为打节拍，施法术不停摇摆。开场前点个外卖，这是我的舞台。